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段历史，堪称中国古代最离谱的宫变。一群连杀鸡都未必敢的宫女，竟然组团摸到皇帝床边，拿着麻绳就要勒死他。更邪门的是，眼看皇帝就要断气，那根绳子突然打了个死结，硬生生给皇帝留了条命。这事儿听起来像野史瞎编，但《明史·明实录》里都写得明明白白，它就是发生在明朝嘉靖21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。问题来了，这群宫女到底图啥？杀皇帝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，她们凭啥觉得自己能成？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绳子打结真的是巧合吗？今天咱们就顺着史料的缝隙，扒开这桩宫廷血案背后比刺杀本身更恐怖的真相。要讲壬寅宫变，得先说说被刺的主角嘉靖帝朱厚。这哥们15岁登基，早年还算个靠谱的皇帝，整顿朝纲，减免赋税，一度让明朝有了点中兴的样子。但自从迷上修道，整个人就跑偏了。嘉靖有多痴迷修仙，他给自己取了一堆道号，什么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义飞旋真君，光念完就得喘口气。为了求长生，他天天不上朝，躲在宫里跟道士混，把紫禁城变成了炼丹房。宫里的香炉24小时不灭，丹药味儿飘得满大街都是。大臣们想见他一面，得先跟道士预约。但真正把宫女逼到绝路的是他修仙的特殊原料。道士告诉嘉靖，要想长生，得喝先天丹签。这东西听着玄乎，说白了就是用少女精血炼制的丹药。为了凑够原料，嘉靖在全国抓了上千名13岁以下的少女进宫当药引。更缺德的是，为了保证精血纯净，道士说宫女们不能吃五谷杂粮，只能喝露水，吃桑叶。想想看，13、14岁的小姑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天天喝露水饿肚子，身体能扛住。史料里写，光是嘉靖20年到21年，宫里就有上百名宫女因为营养不良、劳累过度死了。死了也就死了，嘉靖眼皮都不眨。在他眼里，这些宫女跟炼丹用的铅汞没区别，用完就扔。但这还不是最狠的，为了修炼采阴补阳的法术，嘉靖还要求宫女们凌晨3点就起来去御花园采露水。北京的冬天多冷啊，宫女们穿着单衣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，手冻裂了还得接着采，稍微慢一点就被太监鞭子抽得皮开肉绽。有个老宫女后来在供词里说，陛下常因采露少了，就命人把姐妹的手按在冰水里，说是净手，好多人因此冻坏了手，连筷子都拿不住。你可能会说，宫女地位低，受点苦也正常。但嘉靖的残忍在于他把宫女的命当成了草芥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宫女采露时不小心摔碎了玉露盘，嘉靖当场就下令把她活活打死，还说此等污秽之物玷污仙露，该挫骨扬灰。宫里的怨气就像炼丹炉里的烟，越积越浓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杨金英的宫女站了出来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吓破胆的话，与其被他折磨死，不如拼一把把这昏君杀了。杨金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就是个负责给嘉靖铺床叠被的普通宫女，但她见过的死亡太多了。同屋的姐妹被冻死后扔去喂狗，一起采露的小姑娘被鞭子抽得只剩一口气，还有人因为精血不够纯净，被道士诬陷秽乱仙道，全家都被连累处死。她知道自己迟早也是这个下场。最先响应他的是一个叫苏川耀的宫女。苏川耀的姐姐就是因为采露时被冻病，嘉靖不准医治，活活病死的。他攥着拳头对杨金英说，杀了他，大不了一死，总比天天等死强。很快，又有14个宫女加入进来。
他们都是宫里最底层的人，有的亲人被嘉靖害死，有的自己受过酷刑，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恨。这群从没拿过武器的姑娘开始偷偷策划刺杀，她们没有刀，也没有毒药，宫里的铁器、药物都被太监看得死死的。最后，他们盯上了一样最不起眼的东西——麻绳。杨金英说：“用麻绳勒死他，动静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”他们选的日子是嘉靖21年10月21日深夜。这天，嘉靖宿在曹端妃的翊坤宫。曹端妃是嘉靖最宠爱的妃子，长得漂亮，性格温顺，平时对宫女也还算和善。为啥选在她宫里？因为曹端妃宫里的侍卫相对松懈，而且嘉靖喝了丹药后睡得死，不容易醒。但计划执行前出了个小插曲，有个叫张金莲的宫女突然反悔了，她拉着杨金英的袖子哭：“咱们这样做，要是失败了，会被凌迟处死的啊！”杨金英瞪着她，眼神里全是狠劲。现在回头，你以为陛下会饶了咱们？别忘了你妹妹是怎么死的。张金莲被这句话戳中了痛处，她妹妹就是因为给嘉靖炼丹时添错了料，被活活烧死的。她咬咬牙，没再说话。深夜3更，翊坤宫里静得只能听到嘉靖的呼噜声。16个宫女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寝宫，她们分工明确，2个人按住嘉靖的胳膊，2个人按住腿。杨金英拿着提前准备好的麻绳，死死套住了嘉靖的脖子。嘉靖突然被惊醒，刚要喊，就被一个叫姚淑翠的宫女死死捂住了嘴。她拼命挣扎，脚蹬着床板，发出咚咚的响声。宫女们慌了，有的按不住她的腿，有的吓得手抖。杨金英急了，抓起麻绳2头就使劲勒。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勒死他，勒死他！可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根麻绳突然变成了死结，怎么拉都勒不紧。原来杨金英太紧张了，打结的时候不小心绕了2圈，变成了一个死结。嘉靖虽然喘不上气，但还没到断气的地步，宫女们彻底慌了。苏川耀急得拿起头上的金钗，朝着嘉靖的大腿就扎了下去。金钗不算锋利，只划破了点皮，流出的血染红了龙袍。不行，他还活着！有人尖叫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之前反悔的张金莲突然转身冲出了寝宫，她跑去告诉了方皇后。方皇后是嘉靖的正妻，但一直不受宠，嘉靖眼里只有曹端妃，连带着方皇后的宫殿都冷清得很。张金莲跑进来时，方皇后正在灯下看书，听到宫女弑君4个字，她先是一惊，随即眼里闪过一丝冷笑。她带人赶到翊坤宫时，看到的是一片混乱。嘉靖躺在地上抽搐，脖子上缠着麻绳。15个宫女张金莲已经跑了，有的在哭，有的还在试图补刀。拿下！方皇后一声令下，侍卫们冲上去，把宫女们全部捆了起来。嘉靖被救醒后，因为惊吓和窒息，好几天都说不出话。方皇后趁机以皇帝病重为由，接管了审讯大权。第一个被审的是杨金英，鞭子抽在她身上，她咬着牙不吭声，直到方皇后下令打她的脸，她才嘶吼起来：“是他逼我们的，他害死了多少姐妹？我们杀他是为民除害。”方皇后冷笑：“为民除害？你们是受人指使，想谋逆篡位吧？说，是不是曹端妃让你们干的？”杨金英愣住了，曹端妃对他们不错，怎么会指使他们杀皇帝？但他很快明白了方皇后的心思，借这个机会除掉曹端妃，自己就能独得恩宠。不是他，跟他没关系。杨金英喊道。但方皇后根本不听，她早就想好了要把曹端妃拖下水。接下来的审讯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定罪。
不管宫女们怎么辩解，方皇后都一口咬定曹端妃是主谋。那个跑出去告密的张金莲为了活命，也跟着瞎编，是曹娘娘给我们的麻绳，说陛下死了，她就能当太后。嘉靖清醒后，虽然知道曹端妃可能是冤枉的，但他对这个差点让自己送命的女人已经没了往日的爱意。加上方皇后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曹端妃知情不报，等同同谋，他最终点了头。最后的判决下来了，16个宫女全部凌迟处死，家属流放3000里。曹端妃和另一个被牵连的王宁嫔一尺白绫赐死。行刑那天，北京菜市场围满了人，16个宫女被绑在柱子上，凌迟之刑持续了整整1天。杨金英在最后一口气时，朝着皇宫的方向骂道：“朱后，你修仙修德，修的是断子绝孙的德。”曹端妃死的时候，还穿着嘉靖最喜欢的那件粉色宫装，她到死都不明白，自己只是睡了一觉，怎么就成了弑君主谋？人淫宫变的故事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。但几百年来，历史学家们一直盯着一个细节，那根突然打结的麻绳，真的是巧合吗？有人说是杨金英太紧张，操作失误，毕竟她只是个宫女，没杀过人，手抖很正常。但别忘了，他们策划了好几个月，连嘉靖的作息、侍卫的换班时间都摸得清清楚楚，怎么会在最关键的打劫环节出错？还有一种更惊悚的猜测是张金莲在背后搞了鬼。张金莲一开始就反悔了，说不定在杨金英打劫的时候，她偷偷动了手脚，故意让绳子变成死结，这样既不会让嘉靖真的死掉，自己告密后又能立功，还能把责任推给其他人。但这种说法有个漏洞，当时现场一片混乱，宫女们都在拼命按住嘉靖，张金莲根本没机会靠近麻绳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嘉靖后来的反应。按理说，经历了这么一场刺杀，嘉靖应该对宫女更加严防死守，但他没有，反而在宫变后的第2年，又招了一批13岁以下的少女进宫，继续炼制先天丹签。而且他再也没提过曹端妃的冤屈，甚至在方皇后后来失火被困时，他明明可以下令救火，却站在远处冷冷地说：“此乃天意，不必救。”眼睁睁看着方皇后被烧死，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？有学者推测，嘉靖可能早就知道宫女们的不满，甚至默许了这场刺杀的发生。他需要一个借口来清除后宫里那些他不喜欢的人，比如曹端妃，同时震慑那些对他修道不满的大臣。而那根打结的绳子，或许就是他安排的后手，既让自己死里逃生，又能顺理成章地清洗后宫。当然，这只是猜测。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，人淫宫变后，嘉靖更加沉迷修道，甚至搬出了紫禁城，住进了西苑的道观。20多年不上朝，明朝的国运也从这里开始一步步下滑。那些死去的宫女就像历史长河里的一粒沙，明史里只用了人淫宫变、朱碧伏诛几个字就概括了他们的一生。但他们用最惨烈的方式留下了一个追问：当一个皇帝视人命如草芥，当权力失去约束，再温顺的绵羊也会变成拼命的狼。400多年后，有人在故宫翊坤宫的墙角下发现了一枚生锈的金钗。考古学家说，这枚金钗的年代正好是嘉靖年间。没人知道这是不是当年姚淑翠扎向嘉靖的那一枚，但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证人，提醒着我们，那段被史书轻描淡写的历史里，藏着16个女子的绝望和勇气。她们的刺杀失败了，但她们的反抗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宫女弑君事件。而嘉靖帝虽然活了下来，
却在孤独的道观里炼丹到死。据说他临死前手里还攥着一枚没炼完的丹药，嘴里念叨着：为什么长生这么难？或许他到死都没明白，真正的长生从来不是靠丹药，而是靠人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你觉得人银宫变的绳子打结是巧合还是阴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关注三更奇谈社，咱们下期再见。